有7位数的存款，但是你却从来没有被美女倒追过的男人啊！如果说你现在正处在30到45岁之间，你也遇到了一个你心爱的，但是又暂时得不到的女人，你不想错过她，你不想亲眼看到她就是被各方面甚至都不如你的男人撬走了，那 OK， 接下来你务必要花这几分钟的时间看完我的视频啊！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中年男人如何闯情劫破情关。总共就6道关卡，尤其是最后一关，只要你能破，那不管是感情或者是事业上，你就半年内吧达成你想要的目标。OK， 我们直接说第一个，破认知上的是非关。直白点说呢，就是摆脱对与错的这个执念。你大部分的焦虑和烦恼，其实不是你长得不够帅，也不是说你年龄上来了啊，更不是钱挣的够不够多啊，都不是的。是你太执着于去靠近那个所谓的对的标准，好的标准，而执着就会滋生不甘，不甘就会滋生戾气。比如说你在事业上呢，你跟合伙人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 ，OK， 那你就要开个辩论会啊，你就非要去证明自己是干嘛的对的。那这个时候其实证明了你是对的，他就真的服你了吗？对吧？再比如说咱们在关系里面，你跟女人产生了矛盾，你会忍不住的发火吵架，你非要证明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你要去逼他低头认错。但是兄弟们，他认错跟他真的觉得自己错了是一个概念吗？不是的，对吧？所以很多时候你越是纠结于对错，你反而会越难拿到你想要的结果，因为你的精力被分散了，你没有办法专注于你自我，你也没有精力去做提升，那结果就只能是原地踏步。所谓的是非对错呢，不过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视角，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。只要你把这一点看透了，你就会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成王败寇，什么叫做世事无常。你也就能够彻底的知道，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，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。所有的评判标准都只取决于一件事儿，立场和利益。有位兄弟们，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事业上，你就记住一句话啊，不与愚者争对错，只与同道谈利弊。只要不涉及底线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把精力用在自己的身上，去丰富自己的内在，去提升自己的认知，去学习更多人性的底层逻辑，这个才是你玩转事业的核心武器。那我们再来讲一下第2关吧，就是破除社会认同下的群体关。这个概念呢可能有点抽象啊，但是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你们可能就理解了啊。比如说有10个人去欺负一个人，一个人呢会称之为霸凌，但如果是10万人，对吧，100万人围攻一个人呢，你们会理解为正义的狂欢。你们只会想，这个人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犯了什么天大的错，才会有这么多人去针对他。这个就是社会认同，这个也是人性对群体的定义。正所谓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你偷一个珠宝，你就是贼，你犯罪了呀。但如果说你有本事偷走一个国家，那你就是王侯将相，史书因你而改写。但兄弟们也不要误会啊，焦哥讲这些呢，不是让你去干坏事儿，而是想要告诉你，不要迷信所谓的权威，你要永远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。人云亦云只会降低你的智商，让你变得愚蠢。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，女人都是慕强的，男人要学会去冒犯女人。 OK， 你二话不说你就对女人强势，那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被关进小黑屋，甚至是反正就是自断情路。这是焦哥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告诉你们要修炼内核，要提升对人性的认知，对两性的思维敏锐度。因为不同的女人需要不同的征服方式，你只有了解人性骨子里对异性渴望的代码，你才能够在关系里面交出满意的答卷。我们就还是拿慕强来举例子好吧。所谓的慕强本质上呢，就是女人基因里面对于关系，就安全关系的渴望，是她觉得跟你在一起她能够变得更好，她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，她的这种状态，她跟你的这种关系都能变得更好，而不是别人说的那些什么哎呀断联打压啊内耗。以后你想要展示你的强势，你完全可以跟这个女生说什么，任何让我开心的事情我都愿意为之付费，包括我们的关系，我希望我们能够一直维持下去。 OK， 这种感觉呢其实足以让大部分女人信任和依赖了。但我为什么不说所有？因为人和人始终存在差异。
这也是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点对点啊，就是有事儿点对点，只有针对你个人的，那才是真正适配你的。毕竟在交哥这里呢，从来都不讲鸡汤，也从来不说对立的东西。我只希望兄弟们能够通过对人性认知的了解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灵魂，有思考的能力，而且要有能拿到自己想要结果的这种能力。我们再来讲一下第3个吧，破身份定义的标签观。道德经里面有说过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很多人焦虑呢，都是因为把身份标签当成了自己，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真实的自己。什么是标签啊？你的身份、你的存款、你的车、你的房、你的资源、你的人脉，还有你的社会地位。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操盘上百人的这种公司老板，对吧？那你就习惯了高高在上。这个时候你遇到了一个女生，她不顺从你，她跟你对抗，跟你吵架，你就会很愤怒，你会觉得你凭什么不听我的话？甚至啊，有些兄弟还会觉得说，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啊？是不是我最近变弱了呀 ？OK。这些情绪的本质就是你被老板这个标签给裹挟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干嘛呀？应该冷静下来，去思考一下，去掉那些外在的标签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？你真的易怒吗？你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愤世嫉俗吗？你真的就那么的冷血吗？其实都不是的，你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，会心动，会失控，会无助和脆弱。那女人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她也只是在用普通女人的视角面对一个普通的男人而已。所以下一次你在面对跟女人冲突的时候，你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，对吧？你就说，抛开我的事业和年龄不谈，我们在感情上其实是一类人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所以我想尽可能的给你耐心和安全感，但同样的，我也希望你能够给我多一点理解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平等啊。这2个字看似简单，但是我就发现越是成功的兄弟啊，越是有阅历的兄弟啊，越难做到。就像那些为什么赚的可以说是社会地位比焦哥厉害10倍以上的男人，都在跟着焦哥学习呀，会甘愿跟我去学，跟着我去学认知，去提升自己的两性板块的东西，去学习人性。他们赚了那么多的钱，真的不懂人性吗？其实啊，是因为站得太高了，被标签绑架得太深了，学不会跟女人平等的去相处了，所以就处理不好感情了。兄弟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感情不分上下级，也不分高低贵贱，只分同频与否，价值互补与否，以及你是否想要得到它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越是愿意跟女人平等，女人才越会愿意崇拜你、顺从你、被你带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讲第4个，叫做破时间观。我想问一下兄弟们2个问题啊，你们今年多少岁啦？有过年龄焦虑吗？我相信过了30的兄弟多多少少都有点吧，会觉得说我现在都30多了，我该成家了，哎呀我都40了，我怎么还没稳定下来啊？再或者说我比他大那么多，他能接受得了我吗？他的家庭能接受得了我吗？ OK， 有这些焦虑其实非常棒，兄弟们，真的，因为你在思考，你在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，而没有失去这种内视的能力。但是焦哥还是想要说什么，你不要慌张，更不要因为这些焦虑去做一些很冲动的事儿，因为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时间它也只是一个刻度表，而不是判官。没有人有权利去定义人在什么时候必须要干什么事情，也没有人敢说什么年龄就必须得匹配什么样的人。所谓的应该，它都是社会舆论而已，舆论就是人造的枷锁，专门驯化那些心弱的人。真正决定你人生走向、情感走向的是你的状态、认知、对自我的觉察能力。所以不要焦虑，不要被时间裹挟，更不要迷茫。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你认为舒服的事儿，只要不违反道德和法律，尽可能的让自己的人生多一份体验。你想要谈一段更年轻、更有活力的恋爱 OK 的呀，你想要从工作中去抽一段时间去放松一下你自己，去更全方位的去提升你自己也 OK 的呀，去干你真正热爱的事儿，别拿虚假的社会设定来吓唬你自己，好吗？你要先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，才有资格去得到别人完整的爱。第5点了，对吧？破标准观。这个点呢，其实跟时间是多少有点相似的啊，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说，老婆不能只找漂亮的，要找顾家的，会过日子的啊，最好还能够门当户对的。
这个其实就是标准啊。当然我们从自然的角度来看，哪有什么绝对的标准？就比如说杂草，就是没有用处的草，但是在自然界里面根本就没有杂草这个概念，它存在就是个体，不分有用或无用。再比如说感情，现在这个社会之下呢，给男人定义的标准是要么迁就，要么付出，要么包容理解。那本身这些标准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现在有很多心智不成熟的啊，没有思考能力的这些女孩，可能呢她们就会被互联网带偏就会觉得说一切都是应该的，就跟你讲什么说你喜欢我就是应该给我付出，你就应该包容我，不然我凭什么相信你喜欢我呀？ OK， 我说实话，我是相信说这些话的女生她们本质是善良的，但是她们有思维壁垒也是事实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跳出所谓的标准，直接跟她讲什么，我喜不喜欢你，你心里清楚，不过如果你再乖一点，这些我可以考虑满足你。跳出别人的标准呢，然后再去重塑自己的标准，这个就是强者的框架。世间百态，各有各的活法，我们没有必要按照别人定义的这个标准去活的呀，对吧？你只需要不违法，自己良心过得去，那你就可以完全活出自己呀。世人非议皆堪，但我行我素，自风流。OK， 还有最后一点啊，就是破本我观了。这一点是最难的一点啊。这个社会呢，不论是男女，这辈子很多烦恼和苦楚，其实都来自于什么？我这个字儿，我的外貌，我的财富，我的体面，我的地位，我的资源人脉。但生物学上也说过啊，人体所有的细胞每7年都会完全再换一遍。你每天都在变，这个世界每秒都在变，那每个，我说实话，那个固定的我根本就不存在。所以很多时候你的痛苦，你的纠结，你的折磨根本不是外面的人在搞你，而更多的是你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。只要你能把本我和外界给你的评价剥离开，只是去做你该做的事儿，你想做的事儿，你反而会拥有一切。说白了，人这一辈子认知高度和幸福感知都不是靠财富决定的，靠的是对这个世界真相的理解，也就是对人性的掌握。当然这也不是让我们变成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种仙人，而是让我们放下那些偏见、欲望和是非。所以说遇到事业低谷别轻言放弃，遇到感情矛盾别轻易破防，你只需要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，去提升，去改变，剩下的交给老天爷嘛，对吧？尽人事听天命，这是最好的人生状态了啊！教哥还是那句话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学人性，多用人性。下课。